大家好，我是艾迪先生。那最近我的房间啊，那个天花板的灯坏掉了哈。那为什么坏掉？因为它是多段切换的哈。那原来那一款就是有5个灯泡啊，你可以切换2个、3个全亮或是小灯。那某一天啊，它就是有些段哈无法切换，然后我就把它换了一个切换器哈，就是电子式的多段开关，结果换不到1个月又坏了。那这时候我真的就是有点生气了啊，我就不打算换了。那因为这种方式啊也不符合我的需求啦，因为有时候就是说，灯泡会坏掉啊，那1年当中啊，少说坏了好几个哈，然后譬如说有时候你切3个，有时候切2个，那个亮度都不是你要的啊，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啊？那我就打算不修了，就把它扔了啊。那我上网啊购买了一个新的啊，那这一次我就不要灯泡了，因为灯泡1颗也要不少钱啊，那一天到晚换灯泡那不划算啊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种飞碟造型的吸点灯啊。那这个吸点灯啊有50公分宽啊，然后这个厚度啊7公分啊，那它的重量呢1.3公斤。讲实在话是不重啊，因为我记得我原来那一个哈，它有古典造型的哈，那雕梁画栋的哈，比较重啊，万一砸下来的话，这个砸到头会比较轻一点啊。那而且像那种雕梁画栋的有个坏处就是容易累积灰尘啊，每次在清理的时候很麻烦。那像这种平面光滑的哈，那就是抹布擦一擦就 OK 了嘛。对不对？啊，那它的拆卸哈也是比较容易的，啊，那当然这个清洁是其次的哈，最主要就是它的功能性。那据说哈是无蓝光啊，不闪烁啊，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？也不是厂商说了算啊，也是要实际检测，也是要实际用才知道。那一个灯具嘛，大家一定要知道它的亮度啊。那我买这个算是比较亮的，因为有时候为什么要很亮？你在房间要亮那么亮干什么？当然有用处，抓蚊子啊。因为有时候啊，你晚上一只蚊子让你一夜不好眠啊。那我原来那5灯全亮哈，1颗大概7瓦，5颗35瓦也是不够啊。啊，那这个多少瓦？96瓦，原来35瓦，我把它增到96瓦啊。那这个96瓦就是为了要抓蚊子比较方便啊，把蚊子抓你就一夜好眠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当然，它这个除了这个瓦数比较高之外哈，就是说无蓝光呢，这保护眼睛嘛，啊不闪烁也是保护眼睛嘛，啊。再来就是气氛的问题，因为你房间的话，有时候你需要白光抓蚊子啊。那如果说你要休息的比较轻松一点的话，你就希望是黄光啊。那这个就可以无段的调变啊，从黄到白可以自己调啊。那当然它调也可以用遥控来调，也可以用手机的 APP 来调啊。那除了这个颜色的无段变数之外哈，亮度也可以无段变化。啊，那这样就符合我的需求了，啊，要多暗啊，然后多亮啊，是可以随心所欲控制哈，不是说今天你亮2盏、亮5盏、亮3盏，那根本都不是你要的啊，或开小夜灯也不是太暗呐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的话，从黄到白啊，从暗到亮啊，全部都是无段变化，真正可以符合你的需求啊。那这个东西。讲实话，我也跟他看了一下，拆卸非常容易啊，我来拆给各位看一下啊，就这样子啊，它这个像我们在转那个塑胶罐这种罐子的盖子这样，这样就拿起来了啊，它这个就是啊，类似那个瓶盖那个保特瓶的一个罐子的瓶盖一样，我这样锁上去，然后倒退就起来了啊。
它的结构也很简单啊，它里面有很多这个灯芯嘛，灯芯就是有2排，内外啊各1排啊，这个就是一个稳流器嘛哈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可以接我们的线路啊，那这边还附一个哈螺丝啊壁虎啊，它有4个孔，1、2、3、4。那事实上这么轻的东西打2个洞应该就够了啦啊，因为我也不希望我的墙壁天花板又打了太多洞啊，因为打天花板是很麻烦的啊。那这边就是遥控器，遥控说明书嘛。它有遥控的话是非常方便，你可以做无段变速嘛啊，就说你今天在房间躺着，你就可以遥控它了啊，不见得说要起身啊。那电池当然要装了哈，这个是一般的小电池而已，好这样子。那至于说，怎么接线哈，就是说这边有个洞哈，正负极过来哈，然后拉一个火线，拉一个零线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那这个是地线，如果你有地线可以加拉地线啊，不然就是这2条啊拉一下。那我们就来把它插电啊，来试给各位看一下。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亚克力哈，白色的上面有一点像灰尘啊，其实不是哈，它是金属反光片啊。它如果点灯的话，会营造那个银河的那个星星的效果啊。那我们一样哈，把它转开啊，拿下来啊。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一个灯珠啊。那当然这个遥控器是必备的哈。那遥控器的话，我们先把它装个电池啊，它装2颗4号电池。啊，那你装好以后，按东西的话，这边会亮灯啊，这样就是正常。啊，那至于说这个线要怎么接哈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。它这个灯具的话是110哈到260的啊，那到265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全电压的嘛哈。然后它这个电线哈，我们可以从这边穿过来。在这里穿过来，好，从这里穿过来，啊，然后就把它夹着就好了啊。这个火线跟零线这样子啊，这按下去，这个快接的哈，按下去插进去就好。哦，接线算是非常容易的哦，啊，你看就这样子压下去，然后线插着，啊，根本连那个电器胶带都不用哈，就这样就好了。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插电了哈。那插电的时候，你必须在10秒内要按下一个对频的键哈，叫做 Setup 这个键啊。因为我这个已经对过频的了哈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目前我是处在这个小夜灯的状态。啊，那这个，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。这个小夜灯的话，它没有那么亮哈，所以，可以看到这边是白的，这边是橘的啊，白橘这样子啊，内外各1圈都是白橘。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方便我们来调光啊。那我们如果盖起来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小夜灯嘛。当然就是，好像在转那个水塔的那个盖子一样啊，所以啊，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星星闪耀啊？有没有看到啊？大概镜头看不大出来，不过确实它有一种金属反光的闪耀的一个特性啊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调光哈。好，那这可以调亮啊，调暗啊，然后调色温啊，我来调给各位看。如果我们今天需要比较亮一点啊，压着它就慢慢变亮，变得非常亮啊。然后结果要暗一点，因为毕竟你要休息睡觉嘛哈，你可以调整啊，再调到最暗啊。
那所以说它有那个睡眠的一个快速键的话，就是说你原来很亮，然后你一按，它瞬间就调到小夜灯的状态嘛哈。然后它除了调这个之外，还可以调色温哈。各位看，我们来调一下色温给各位看啊，黄光啊。那大家在房间的话，最喜欢就是一个温暖的光线啊，然后还可以调，不要那么亮一点啊，又是黄光啊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还可以调色温的变化啊，这边有色温变化，这 K 嘛 K 值啊，这边是不是黄啊？这边白啊，你要瞬间变黄啊，就是变黄；瞬间变白啊，就是变白。啊，你如果要改变它的色温，就从这边有3段色温可以选啊，迅速的哈。然后有时候你就说哦，我这个全亮的对我来讲太亮，我要一半的亮度哈，这个黑白各半嘛，啊，马上变一半啊，这个就是改变亮度。啊，然后这是 off 啊，你想要关掉，要离开房间 off 就关掉了。啊，要进来那就按 on 啊。那你现在进来，如果说，你要直接进去睡觉，就直接按小夜灯就好了啊，非常容易的啦。啊，这个整个操作都非常直觉直观的哈。那当然，这上面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你的手机上进行啊，因为它这个有一个。APP 嘛，啊，你要扫描到 APP 的话，你就可以在手机上有这个 App 可以使用。哦，那整个功能大概就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为各位介绍圆形吸顶灯。那各位可能想要知道，我这个大概买了多少钱？700多块台币啊，用人民币换算过来大概700多块。那各位如果喜欢今天这个影片啊，请记得按赞，也别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